嗨，大家好啊！今天2月26日啊，收盘了。收盘了之后呢，呃，这个值得庆幸啊，我不用被打脸了啊。毕竟这个市场不买英伟达的账啊，英伟达继续大跌。大跌之后呢，反正我的概念还是继续看空啊，我还是持续看空英伟达。虽然它的业绩很不错啊，但是现在市场其实整体的对于 AI 的看法已经不再是英伟达怎么样了，而是今天最关键的 CLWV。CLWV 呢，最后这个 EPS 是负的0.89啊，就是 miss 掉了30%多。给的高的呢是负的0.5预测啊，给的低的呢负的0.7、0.9左右，反正基本上全是 miss 了。然后 EPS year by over year 是下降了162，季度比季度呢是下降了305%啊，就是 EPS 是全数下跌，而且是往负的方向越负越多。CLWV 反正我是一直也在空头的啊，就是这两家都是，特别是 CLWV，英伟达还妥妥的有些价值啊，CLWV 我是认为这家公司没有任何价值，从它上市那天开始我就没看好过它啊，所以反正一直都在空它。不论它是在高点还是在低点，我都一直在做空啊。这家公司反正我心里的价位它就是只值$20，现在这个价格都还高的离谱了，好吧？而且再说回来，这个 CLWV 基本上就是 AI 硬件企业最后一块遮羞布，一直说这个云服务，云服务，谁谁谁都要去租它的东西。OK，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这个去租没有问题，但是你的 EPS 你怎么弄，对吧？你的 revenue 上去了，EPS 下去了，你是在疯狂扩张吗？还是在干嘛？但是现在我没有看到他的财报啊，我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财务报表，然后我也没有去听他的电话会议，只是单纯从 EPS 和 revenue 这个前期披露上来看，它的 revenue quarter by quarter 也只上升了15%啊，就是季度对季度只上升了15%。年对年我不去管它，年对年虽然上了110%，但是我不想去 care 这个数据啊，因为这一年的整体你才上了110，我觉得这个 revenue 都不及格啊。你今年的 revenue 起码要比去年至少增长3倍以上才是正常的啊，只上了1倍、1.1倍，这个是完全不够看的啊。然后季度对季度只上了15%，就证明大公司并没有在采用它的这个云服务，甚至说它的交付能力是远远不及的啊，而且还在疯狂的进行资本支出，它的 EPS 降了这么多，所以这家公司完全没有价值，也是 AI 最后的遮羞布啊，基本上是被撕掉了。就是无论你怎么吹 AI 的资本支出，现在大企业大厂。我所说的大厂是包括 Google、包括 Amazon、包括Meta 这些大厂，然后包括 Microsoft，人家都是自建机房啊，没有谁会来租用 CoreWeave 的东西。这就是我妥妥的一直在说的东西。大厂自建，小公司我宁愿买2块显卡，我自己搭自己的服务器，我不会去租你的东西，因为一旦租了，我的数据泄露、数据也好、安全性也好，这些东西完完全全没有保证。因为 AI 这种，不管你是用 AI agent 也好，你是用 Skills 也好，还是你自己去做自己的模型也好，你都是要用自己的数据库的，我不可能放到云上的，放到云上就是扯淡。所以英伟达我还有底线的是看空啊，就是可能它还确确实实有个底价在那放着啊，我可能做到一定的空度，我就不会再空下去了，因为它确实是有东西的。但是 CoreWeave 这种CLWV 这种企业，我是肯定会往死里空它啊，它没有任何价值，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啊，然后再说一说这个今天盘中呢SaaS 软件集体逆势反攻啊，这个 SaaS 软件呢，反正上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反正恭喜充电群的很多朋友啊，充电群的很多朋友我们上周末然后布局了这个SaaS 的软件，我就说当时 SaaS 要可以抄底了很多朋友呢周一低价买进去，周一开盘低价买进去的有2只票已经接近20%的收益了，恭喜大家啊，反正这个大家赚到钱就好了啊。然后昨天 CRM 财报出了之后，盘后在跌的时候，我也是让大家速度去抄底啊。然后今天反正大家也吃的比较开心啊，昨天抄底到今天的收盘，基本上有差不多9个点的收益了，少的也有7、8个点啊，多的如果抄的比较精准的话，其实今天已经接近差不多9.5%的收益了反正也恭喜大家啊，这个反正赚钱了就 OK 啊，就是特别是充电群的朋友啊，这个充了电不要白花了这个钱啊，不是充电来聊天的也不是要干嘛对吧？然后我再说一说我现在对于整个盘面的看法呢，就是继续压住中小盘，继续压住消费和工业。避开大科技 SaaS 软件除外，SaaS 软件是已经被低估了，大科技 AI尽量远离，现在是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做多这些东西了啊！你如果愿意继续去做多存储，继续去做多这个这些相关的东西，那你就去做这个我不 care 反正那些涨幅不是我的财，我也不会去追，好吧？
而且这种东西，特别是存储，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泡沫中的泡沫，就是 AI 泡沫中的大泡沫，已经不是芯片了，现在是存储，很有可能很快就会被下跌啊，就会被砸下来。反正我是已经在伺机准备做空存储的所有股票啊，特别是这个行业，我觉得完全就是现在的所有涨幅都是在扯淡啊，一定会跌回去的，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我们去看看盘面，盘面上呢，今天罗素呢来来回回呢反正最终还是收涨了道琼斯呢收了个平盘纳斯达克呢最深的时候跌到了接近2.2%还要出头后来又收回来了，标普呢收了个负的0.5等权上面其实今天还好我其实明天我是看反弹的，明天看反弹呢不是看纳指我是看小盘和道琼斯。我不看标普标普可能明天也就是一个平盘的一种状态明天纳指估计还接着要跌，因为今天 COVID 的这个东西出来证明，大家虽然在资本支出，但是大家没有去用这些所谓的云服务。那么接下来云服务这个逻辑还成不成立？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 ，Oracle 也好，这些云服务公司他们的逻辑还成不成立？它的 EPS 还能不能扛得住我一直在说，就是大家看 AI 行业，不要去看这几家大头，大头有他自己的现金流，有他自己赚钱的方法，他们疯狂的资本支出是因为他能扛得住。我们要看 AI 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大家去看 CoWave， 去看 OpenAI 去看这些纯正的 AI 血统的这种企业，它的营收到底怎么样？如果这些公司的营收不行，那 AI 这个故事，这个宏大叙事很可能就讲不下去了。而且我今天也把这个就是前2天很红的这个2028的这个 AI 的这个研报好好的扒拉了一下，我是准备开怼了然后我已经准备写文章要去怼这个事情反正具体逻辑文章里再说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好吧，我们继续看板块的分布。板块呢，今天反正科技肯定是重挫金融呢往上走了走，然后工业房地产房地产呢今天是盘中出了一个小利好是下午1点半的时候，美东时间1点半的时候才开始反弹的其实早盘的时候房地产也在跌。这个利好呢，是因为这个房利美呢说这个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跌到6%以下了，那么这个可能会促使房地产市场整个出现一个回暖，所以我仓位里的2只比较敏感的瑞子呢，就是1点半开始就开始疯狂拉升然后也还 OK 也还 OK然后其实今天没有太多的避险情绪，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太多的避险情绪，大家并没有说因为科技重挫而去避险那么这个是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就说其实很多的大资金大企业早已经是不在大科技里边了我不知道到底现在什么看法的人还在继续压住大科技和压住 AI， 我觉得这个行业可以暂时先放一放了市场的轮动，市场的估值的自我修复，也不该再去炒大科技了。所以工业、服务业工业和消费这2个还是接下来中小盘，还是接下来3月份，也就是我之前1月份一直在说，1月份我一直在说1季度肯定罗素整体的走势要比其他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罗素从2026年开始虽然最近也是进入了一个横盘的状态，但是整体相比 XIC 这个是今年还是负的然后 SPX 今年也是勉强为正勉强现在是勉强在正的地方，今天要不收在这个地方，今天也是负的然后 DJI 这个道指也是正的，所以1季度的逻辑肯定不在大科技。如果您还硬要去压住大科技那不关我的事情我只是表达我的整体的观点，而且现在整体的数据也说明了我1月份的很多看法是正确的，好吧然后今天呢，反正这个 ZSL 呢又继续又涨了这个是什么鬼今天怎么会涨了这么多可能是出什么错了吗？不应该可能是数据出错了，我可能数据源有问题，我就觉得它今天不应该，银今天没有涨那么多这什么鬼银今天是跌的，就是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最大涨幅是数据出问题了，这个数据总会出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大家看这个 TradingView 上，TradingView 上的数据也不对不知道是为什么今天 Split 10分1分10那怪不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分割的问题，数据出了一些错误出了一些错乱大家不要管这个，因为可能它这个最大涨幅统计的时候避开了那个dividend 和这个 split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样一个错乱的数据然后最大跌幅呢 QH 这些都是些小票我们就不管 ETH 今天怎么以太的这个会在跌呢
哦，不是，哦，那个是 ETHT 啊，抱歉，记错了，那个是 ETHT 啊，以太的那个 ETF 是 ETHT 啊，抱歉，记错了，好吧，啊，然后最多成交呢，今天肯定就是大家都在英伟达里边挤啊，我也相信今天肯定很多的人在抄英伟达啊，都觉得这个财报不应该再继续下挫啊，怎么样啊，然后 XOX 也是在对冲这个3倍今天日内的一些跌幅，对吧？所以把这个整个成交量给推上去了。但是这个英伟达呢，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往下再挫一挫。明天想要涨起来比较困难啊。这个大家如果指望它涨的话，可能只能看到下周一，明天反弹的概率不大啊。至于为什么呢？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这个是市场结构所决定的。然后七巨头呢，看一下呢，今天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啊。反正英伟达呢，今天是跌了5.4几啊。然后我们先一个一个看吧。先看 Apple 啊，Apple 呢，反正每年这个3月4号这个开发布会之前呢，都是会横一段时间啊。今年呢，反正从1月份开始呢，基本上也是一个横盘的状态啊。我还没有进去，这个苹果我还没有进去啊。明天这下周一的了，下周一的一个期权呢也还 OK 啊，基本上看上去也还 OK。然后微软呢，这个反正今天软件整体反弹，结果它还是不行啊。反正巨软就是巨软啊，现在这个微软也没有办法啊。微软我的逻辑还是那个逻辑啊，因为它有 OpenAI 这个事情，它确实避不开啊。现在好吧，随便吧啊，你愿意抄底是你的事情啊。Google 呢，今天反正下跌下挫呢，还是没有跌破这根支撑啊，还是站住了。然后 Meta。Meta，反正今天也是在上涨的啊，今天是少数上涨的。英伟达呢，这个是什么鬼啊？这个下周的全部看到200啊！哦，下周这个有点疯狂啊，17500张啊，3月2号啊，因为明天还没到期啊，可能大家还没有开始压住下周的东西啊，这个下周一的东西，我们明天再来看这个数据啊。今天呢，反正跌到了这条支撑啊，明天肯定要破啊，我的这个认知里边，明天是会破掉这根支撑的。英伟达这波下挫起码挫到175啊，如果175站不住，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了。这个185这条线是绝对站不住的。现在整体的市场情绪真的不太看好它啊，因为逻辑我昨天已经说了啊，你愿意翻呢，你去翻昨天盘后的视频和今天早上盘前的视频啊，反正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特斯拉呢，反正就这样吧啊，我也不想讲这支票。亚马逊。七巨头呢，我反正这个大科技呢，我现在是一支票都没有啊。然后我是等待着抄 APL 和 Google， 但是就是不跌啊。看看英伟达这次能不能把整个市场带崩啊？如果带崩是最好，带崩了可以捡便宜货，对吧？不带崩呢就再等等看吧啊。我也准备可能进入3月份我就要开始建仓苹果和 Google 了。当然建仓呢有自己建仓的方法啊，也不是说直接买正股啊，直接买正股呢比较傻，好吧？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建仓的方法。OK，那就先说到这里啊，今天的盘后就先说到这里哈，拜拜。